想象一下，你漫步在一座宽阔的城市街头，周围是林立的高楼和气派的广场，但出奇的是，四周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人影。微风吹过空荡荡的公交站牌，路边停着几辆布满灰尘的小汽车，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这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这样的空城在现实中真的存在着。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发生在2025年的一个离奇现象。据说中国出现了50座这样的空城，还有4亿人口，神秘地从数据中消失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都市传说或者某种平行宇宙的剧情？难道有人打了个响指，让几亿人一下子凭空蒸发了吗？消失的4亿人到底去哪里了？别担心，这可不是灵异故事，而是关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一连串现实因素。接下来我们将一步步揭开这个谜团，从空城的形成原因谈起，然后看看人口数据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座空城呢？这得从过去几十年的都市化热潮和大规模开发说起。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上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乡村变成城镇，农田上拔地而起高楼大厦。对地方政府来说，城市化是发展经济的捷径，盖房子、修路、建广场，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建设不仅让城市看起来更现代，还能直接拉动 GDP 增长。更关键的是，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特别喜欢搞房地产开发。原因很简单，卖地皮是地方政府赚钱的大头，城市想要扩张，就把郊区的地圈起来，拍卖给开发商盖楼。土地一卖，钱就进了政府口袋，开发商再盖出楼盘，卖给老百姓，政府还能收税。经济数据刷刷往上走，政绩也有了。于是很多地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不仅1线城市扩张，2、3线城市也不甘落后，有的县城甚至也规划起豪华新区。大家仿佛形成一个共识，城市一定要建得够大、够现代、够气派，哪怕当下人没那么多，也要先把城市框架拉起来。所谓建好了，自然会有人来，成了许多官员和开发商的信条。一时间，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规划宏伟的新城区和大型楼盘。从卫星地图上看，新区道路笔直宽阔，楼宇排列整齐，宣传画册上描绘的是未来繁华的大都市形象。然而现实往往没有这么乐观，有些地方的开发远远超出了实际的人口和经济承载能力，结果新城盖起来了，却并没有足够的人搬进去。这样的城市最终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说的空城。那都有哪些地方曾被贴上空城的标签呢？相信许多人都听过一些经典案例，比如位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这个地方当年因为煤炭资源致富，当地政府雄心勃勃地造了一座新城，据说可以容纳上百万人口，城市里的市政广场、博物馆、剧院一应俱全，楼房高楼林立，甚至还曾经举办过亚洲艺术节这样的盛会。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康巴什新区刚开始建好时，却几乎没有人入住，大部分楼盘空置，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千人住在那里。街道上冷冷清清，被外界戏称为鬼城的代名词。再比如天津滨海新区的余家堡金融区，这里原本定位是要成为中国的曼哈顿，摩天大楼群林立，计划引入各大金融机构和公司总部，高峰时造了一堆现代化写字楼和地标建筑。可是等这些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却发现入住的企业寥寥，不少办公楼建成后长期空着，只有保安和清洁人员在里面走动。夜晚远远望去，整片区域黑漆漆一片，原本热闹繁华的梦想沦为空荡的现实。类似的空城还有很多，例如西北某些省份耗资巨大的新区，因地处偏远，产业不足，人口留不住。南方某些3线城市盖起了巨型购物中心和住宅，但本地人没那么多买家。甚至在云南、贵州等地，也曾有新城区建成多年，人口稀少，商铺空置。
据一些统计显示，全国可能有数十座这样的城市或新区，曾经是空城或鬼城状态。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地方陆续引来了人口，入住率慢慢提高，但也有不少地方依然门可罗雀，让当地政府和投资商颇为头疼。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盖了这么多房子，为何没有人来住？难道中国真的一下子少了那么多人口吗？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谜团的另一个问题：消失的4亿人到底去哪了？事实上，这4亿消失的人口并不是某天突然从现实中集体走丢了，它背后涉及的是中国人口结构长期变化带来的影响。首先，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一孩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鼓励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带来了一个结果，出生率大幅下降。官方曾经宣称，通过这项政策，少出生了4亿多人口。换句话说，和原本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相比，有4亿潜在的婴儿因为政策而没有出生。这些未曾出生的人口，可以说就是消失的4亿人的由来之一。当年政策制定者或许认为，少生这么多人减轻了资源压力，但几十年后，我们却看到这4亿本该出生的人，如今变成了一种缺失。年轻一代的人数比预期中少了许多，而正是这几亿年轻人，本来可以是今天城市里的居民、劳动力、消费者，他们没有出现，城市自然就显得空荡了许多。除了少子化，还有一个因素是人口老化。中国在快速少生的同时，人们的寿命却在提高，医疗进步让很多人可以活得更久，于是整体人口结构开始向老年化倾斜，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年轻劳动力相对减少。人口学上把这称为未富先老，也就是在人均收入还没到非常富裕时，社会已经开始承受老龄化的压力。老年人口多意味着每年自然死亡的人数也会渐渐增加，而出生的婴儿又变少，于是总人口增长趋于停滞，甚至开始下降。最近这2年，官方数据就显示中国总人口出现了6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虽然幅度不大，但已经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有趣的是，这个官方公布的人口下降数字相对温和，可民间许多人感受到的却是更剧烈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疫情这几年，大家对身边人口变化的直观感受更加明显。不少大城市的街头变得冷清了，一些原本人山人海的地方，如今人流稀少，甚至连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都有人发现出租房空置率上升，地铁乘客变少。这些零零碎碎的感受串在一起，就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人口一下子少了许多。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大胆的推测，有观点认为，官方统计可能低估了人口减少的程度。例如，有技术人士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分析近年的数据和各种迹象，推算出中国人口可能已经比几年前锐减了1-2亿。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也缺乏权威证实，但之所以有人愿意相信，是因为他们确实感受到了生活中人变少了。也许有部分原因是疫情期间相当数量的人口死亡没有及时反映在统计中，或者因为移民外出的人变多了而统计没跟上。谈到移民，这也是人口流失的一环。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去国外留学、工作，甚至移民定居，当中不少是年轻的高技术人才或富裕阶层，他们一旦离开中国，就不再参与本土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循环。虽然相比14亿总人口，出国定居的几百万人不是主力，但这往往是最有活力的一批人，他们的离去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觑。还有一种人口消失，其实只是数字游戏，那就是户籍制度带来的错位。中国的人口统计有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很多人户口虽然在老家，但常年在外地打工生活。比如农村户口的人进城务工，在城市居住多年，城市的实际居住人口其实很高，但户籍人口却可能没那么多。反过来，有些人在大城市落户后，老家户籍人口就减少了。统计口径不同，会造成某些地方的人口看起来凭空消失，
或突然增加，尤其是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时期，一些3、4线城市和乡村感觉人走空了，城市却不一定把这些流动人口算作正式居民，这样算来算去，就容易出现数据上的误差。综合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所谓消失的4亿人这种说法。当年政策少生的潜在的4亿人没了，再加上当下低生育以及可能的数据误差、人口外流等等，中国当前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确实和过去人们预期的大不相同。可以说，在房地产大开发时期，大家隐隐约约假定着人口会一直增长，城市会不断有人涌入。然而现实是，人口红利退去了，人变少了，楼却还在不停地盖。结果当然就是房子越来越多，住的人跟不上，空置率攀升。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年轻人感受最为直接。现在中国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都面临就业难的困境。官方公布的城镇青年失业率屡屡创新高，很多人投出数十份简历，没有回音，即使找到工作，工资待遇也往往不如预期。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岗位增长跟不上，于是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这种过度竞争的状态被网友们称为内卷，形象地说，大家像卷在一个狭小空间里使劲折腾，却没法真正脱颖而出。很多年轻人拼命加班考证，磨破脑袋往上爬，最后却发现，即便如此，生活也未见得更好，甚至买不起一套房。长此以往，不少人开始心灰意冷，于是另一个词出现了，躺平。所谓躺平，并不是真的每天躺在床上不动，而是一种态度上的放平。心想，既然怎么努力都难以改变现状，不如干脆降低欲望，不上一场没完没了的竞争，当内耗的螺丝钉，活得轻松一点。比如有些年轻人干脆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接点零工勉强过活就算了。虽然这只是少部分极端例子，但它反映出的心态并不罕见。想想看，当一整代年轻人都感到未来缺乏保障和希望，那么他们更加不愿意去远方的新城开拓，更不敢轻易成家生孩子。这对城市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空城更难有人去填补；另一方面，大城市里的一些角落也开始出现空置，因为假如年轻人少了，需求少了，商场就冷清了。如果失业的人多了，租房都租不出去，房东也着急。现在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这些空城和消失的人口是经济社会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高房价和买房压力让许多年轻人透不过气，也让一部分城市楼盘滞销。激烈的内卷竞争和由此引发的躺平心态，使得劳动力参与和消费意愿降，而人口老化与减少，则进一步削弱了整体社会的活力。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像多股绳索缠绕在一起，结果就是我们在中国同时看到了2种截然不同的风景。一边是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人潮依然涌动，地铁上下班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另一边是在某些新城区，高楼间空无一人，甚至连白天都见不到几个行人。一边是年轻人在大城市为一个闹市区10平方米的小房间发愁，另一边是某些小城市的大房子，房价腰斩，仍然乏人问津。有人打了个比方，说中国的楼市像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大城市房价高的烫手，小城市楼盘却凉得像冰窖。这其实也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种体现。大多数人仍然想留在机会多的大都市，对那些缺乏产业支撑的新城兴趣缺缺。就算房子再新再漂亮，如果没有就业和良好公共资源，谁愿意搬去住呢？话说回来，这些空城难道就注定要这样一直空下去吗？面对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减少，我们又该怎么利用好已有的这些庞大城市基础设施？有人开始提出新的思路，比如有观点认为可以把空置的房屋改造成养老社区，既然年轻人不够用了，不如让老年人去住，更好地照顾老人。也有人建议发展远程办公和数字经济，让人们不必挤在北上广，也能在小城从事高薪工作。
这样或许能把人口和资源重新分配到那些空城去。当然，还有更具创意的脑洞。有科幻迷开玩笑说，或许未来人工智慧机器人可以入驻这些空城，他们不需要学校、医院，也不介意城市的冷清，把空城当作 AI 的训练场景，似乎也是种奇妙的利用方式。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不如把几座空城直接当成末日废墟场景的景点开放，吸引喜欢探险的游客，反倒变废为宝。听起来这些点子有些天马行空，但谁又知道未来不会真的发生点什么呢？毕竟，如果在20年前告诉你中国会有数十座崭新的城市闲置，你大概也觉得不可思议吧。现实有时候比小说还魔幻。最后，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消失的4亿人到底去哪儿了？答案也许并不神秘，他们有的从未出生，有的已经老去离世，有的迁徙到了别处，还有的只是隐身在冰冷的统计误差里。没有哪一个反派角色按下按钮消灭了这4亿人，但时间、政策和经济合力塑造出了这样一个结果。那些空荡的城市街道和漆黑的高楼窗口，就是这个结果留下的注脚。它们像是一面镜子，一面照出过去高速发展时的野心与狂热，一面照出当下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隐忧。空城未必永远空下去，也许某一天会迎来新的机遇与人潮，但在现在，它们更像是一个个现代神话，等待人们去解读和反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幻影，它更是人和社会的缩影。人没了，城市也就失去了灵魂。当我们凝视那些无人的街道时，其实是在追问，我们究竟要往哪里去？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你对中国的空城现象和人口之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许答案不止一个，但思考本身就是意义所在。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